从梦中醒来，我只觉得我疯了。昨晚下课回到宿舍，发现我的床被莫名弄湿，从被子到枕头，无一不是湿漉漉滴着水的。白天宿舍的其他人也都有课，所以根本找不出是谁干的。晚上睡在我上铺的陆燕邀请我一起对付一晚。我性格内向，大学2年了，跟同宿舍的人都相处得很生疏。陆燕的主动邀请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惊喜。我爬上陆燕的床，然后就开始做梦。梦里我从柔软的大床醒来，转头旁边是陆燕。就在我奇怪我们宿舍的床什么时候变这么大了，陆燕翻了个身，一把搂住我的腰。我听到她在我耳边低声呢喃，睡不着，不如我们来做点有助睡眠的运动。老婆，我震惊无比的瞪大眼，不敢相信陆燕对我的称呼。陆燕，你我质问的话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就被她的唇堵住。陆燕的吻霸道又强势，让我毫无招架之力。等我想起来应该反抗的时候，她的手已经摸到我的腰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用尽全身力气将她推开。凌晨5点，坐在宿舍的床上，久久没能回过神来。唯一让我庆幸，但是那只是一场梦。可梦里的一切实在太过真实，我摸摸自己的嘴唇，那上面仿佛还残留着陆燕的温度。不是，我一大男人怎么会做这种梦的？第二天晚上，由于我的被褥还没干，我只能被迫再跟别人睡一晚。我以睡不惯上铺为由，找了下补一个舍友让我挤一晚。这时候的我也顾不上什么内向不内向，我只想躲陆燕，躲得远远的。我跟陆燕除了同宿舍之外，还是同班同学。陆燕是学校的名人，以全国高考状元入学，又在第1年被评为校草。不过她性格冷淡，好像跟谁都不怎么来往，不过她身边围着的人还是很多。跟陆燕同班2年，我跟她说过的话屈指可数。昨晚她主动提出让我睡她的床，我还感叹了一把，觉得陆燕面冷心热。要是让陆燕知道我睡她的床居然做那样的梦，估计该膈应坏了。躺在那舍友床上的时候，我感觉身后有一道锐利的目光正在射向我，回头时候却什么都没有，只看见正在爬上上铺的陆燕。应该是错觉吧，我以为不跟陆燕睡在一起就不会再做梦，不想当天晚上我又从那张大床醒来。天亮了，阳光从窗外折射进来，我摸了摸床的另一边，并没有陆燕，这让我松了口气。然而下一刻房门被打开，陆燕围着围裙，手里还拿着一杯水。见我醒来，她会心一笑，走到床边坐下。就知道你会在这个点醒来，她把手递到我嘴边，喝吧，昨晚把嗓子都喊哑了。喉咙痛不痛？什么？我下意识的往后缩，突然感觉下身有些不适的异样感。这是怎么了？陆燕疑惑的看我，伸手在我脸上摸了摸，又探了探额头。昨晚我一直抱着你，你应该没着凉，我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根本不愿意去想陆燕话里的意思。既然醒了就起来吃早餐吧，我做了你爱吃的海鲜砂锅粥，海鲜砂锅粥的确是我的最爱。可这个陆燕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之所以用这个，是因为我发现我梦里的陆燕看着比现实中那个陆燕要成熟许多。他们2个人看着是一个人，又好像不是一个人。被陆燕牵着手走出房间，我被这房子的豪华震惊。我难道是有什么豪宅梦吗？我还没从这豪华的装潢回过神来，陆燕已经牵着我的手来到厨房，老远就闻到海鲜粥的香气。我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起来。陆燕笑笑的揉揉我的脑袋，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，很快给我盛了一大碗海鲜粥。我本是想赶紧想办法离开这个梦境，看着面前炖煮软烂的海鲜粥，忍不住吞咽好几口。来都来了，不如就吃了再说。接过陆燕递过来的勺子，我下意识说声谢谢，惹得陆燕用奇怪的眼神看我。怎么了吗？我下意识摸了摸脸。老夫老妻了，为什么突然跟我道谢？
陆燕薄唇微抿，好像有些不太高兴。我却被他的老夫老妻几个字吓得站起来。什么老夫老妻？您在说什么啊？陆燕见眉微微蹙起，淡漠的眼眸多了几分受伤。我们都结婚3年了，你还对我这么客气？结婚？我激动的都破音了。陆燕奇怪的打量了我一眼，缓缓道：我们都在一起5年了。3年前去国外领的证，你忘记了？我猛地抓住陆燕的手，我现在几岁？27。随着陆燕这个答案落下，我终于脱离梦境。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豆大的汗水从额头滴落。梦里的一幕幕清晰的出现在我脑海里。我居然梦到自己4年后便跟陆燕领证，甚至我们俩毕业后就在一起了。疯了，我一定是疯了。早晨，我踩着预备铃走进教室，刚一走进来，便察觉有道锐利的视线朝我射来。我转头了过去，正好与陆燕四目相对。一时间，我跟炸毛的猫似的，恨不得跳窗逃离。小飞鱼，站着干嘛呢？老师可快来了！同桌走了过来，伸手勾住我肩膀，打量了一眼，他突然笑道：你小子昨晚干嘛去了？怎么黑眼圈这么重？我哪儿都没去，我几乎是喊出来的。班上不少同学都朝我看来，我下意识看向某个方向，再次与陆燕四目相对。这次我似乎从他的暗黑的双眸看出一丝不悦。他该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？幸好老师在这时候进来，我装作没事发生，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一整个上午我都过得浑浑噩噩，讲台上换了一个又一个的老师，他们在说什么，我一句都没听进去。我的目光总是会下意识往陆燕那边瞥去，她白皙的皮肤衬得她五官仿佛打上一层滤镜。平心而论，陆燕的确是个超级大帅哥，否则也不会刚进学校就打败上一任的校草。可他再帅，那也是个男人啊！我怎么会梦见自己跟个男人在几年后结婚这么荒唐呢？这种事大概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吧？不去吃饭吗？头顶突然传来陆燕的声音，我吓得猛站起来，差点跟他撞到一起。没事吧？陆燕扶住我的肩膀，我的胸膛与他贴在一起，我们之间的距离突然只剩下0.1厘米。淡淡的青草香味钻入我的鼻腔，我看着眼前的陆燕，竟有些分不清楚是梦境还是现实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陆燕修长的手贴在我的额头上，我脑中瞬间浮现出梦里也出现过的一幕，我的心骤然紧了起来，耳朵红得跟火烧似的，低着的不敢去看他，只低声道：没有不舒服。你怕我？陆燕突然问道。我连忙摇头，没有啊。既然没有，怎么都不敢看我呢？我这才抬起头看他，只看一眼，梦里的那些片段便席卷而来。我十分难为情，最终又只好低下头。看来你很讨厌我啊。陆燕叹息一声，语气里还带着淡淡的失落。我没有，我立刻辩解。既然没有，昨晚怎么跑去跟张玲睡了？我没想到陆燕会在意这件事，一时忘记难为情，带着不解与好奇抬头看他。陆燕俊帅的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玩笑般的戏谑，有的只有认真。咕噜噜，我的肚子不争气的在这时候发出叫声，我顿时窘迫的差点当场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。陆燕却看着我轻轻一笑，这个点去食堂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了，不如我带你出去吃。学校门口有家海鲜粥很好吃。海鲜粥？我下意识吞了吞口水，想起梦里没吃上的那锅粥，呆呆的点了下头。站在学校门口那家砂锅粥店门口，我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怎么就跟着陆燕出来了呢？现在难道不是应该跟他保持距离吗？有鲜虾黄芪粥，还有虾蟹粥，想吃哪种？陆燕突然问了一句。我嘴巴比脑子快，脱口而出：鲜虾黄芪粥。好，陆燕跟老板点了单之后，便拉着我走进去，找位置坐下。砂锅粥需要煮一定的时间，
下午我们俩没课，倒是不着急回去。只是这等待的时间让我尴尬无比，我不知道该跟陆燕说点什么，只能低着头，极其的不自在。如果是以前，我还能努力想个话题跟他聊聊。自从做了那个梦后，我对着陆燕只觉得心虚无比。我这跟那些爱歪歪的中年油腻哪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时候，旁边窸窸窣窣的，我忍不住转头看过去，发现陆燕正在拆开碗筷的包装，并拿起热水开始烫。烫好了碗筷，她很自然的摆在我面前。这时候老板端了一盘辣炒螃蟹上来，我们好像没点这个吧？我点了。陆燕拿起最大的蟹钳，3下5除包好。我正佩服他这剥蟹壳的技术，就见他把肥嘟嘟的蟹钳肉放在我碗里。你喜欢吃螃蟹，刚刚没点虾蟹粥，所以我点了个炒螃蟹。吃吧。不用的。我的脸再次不争气的红了。陆燕怎么感觉对我很好的样子？不喜欢吃？陆燕问。不是。那就吃。在陆燕的目光注视下，我不好意思再拒绝，只好夹起蟹肉吃了起来。蟹肉刚一入口，我就被美食虏获，再也顾不上其他，大口吃了起来。碗里的蟹肉好像怎么也吃不完似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发现陆燕禁顾着给我剥螃蟹，那一盘子的辣炒螃蟹全进我肚子里了。我尴尬的不行，正想说点什么，陆燕却先一步道：看来你很喜欢，下次我再带你出来吃。这种时候再说拒绝的话就不适合了。我点了下头。陆燕勾唇笑了一下，笑容里含着满足与愉悦。或许气场冷漠的陆燕真的有一颗热心肠吧，她真的很会照顾人。老板把砂锅海鲜粥端上来，他立刻给我盛了一碗，还贴心的将里面的姜丝挑出来。我最讨厌在海鲜粥里吃到姜丝了。不过陆燕是怎么知道的？心莫名多了一丝软。我的床铺终于干了，再也不用跟别人挤了。晚上12点，我又一次进入梦里，再次看到成熟版的陆燕，我发现自己内心已经没有那么抵触了。我们俩还是躺在那张大床上，外面天灰蒙蒙的将要亮，陆燕还在睡觉。看了一眼连睡觉都尽显成熟魅力的她，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床，手不小心碰到床头柜的相框，我赶紧拿起来。这一拿，我被相框里的合照愣住。照片上，我跟陆燕相互依偎在一起，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彰显着幸福的味道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照片上那个我也比现在的我要多几分成熟，而且笑容里的阳光自信远不是现在的我能比的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以后的话真的能成为这样吗？呸，这不就代表我真的默认自己以后会跟陆燕在一起了吗？我跟陆燕那可是两个男人，我们今天怎么醒这么早啊？陆燕低沉极富磁性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，下一刻她长臂已经从身后搂住我，我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就已经被她拽进了被窝。看来昨晚我还是不够努力，说完她便压了上来，我整个人僵住，待被扒光了衣服才晓得要反抗。早晨6点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梦里的一切实在太过真实，我有些无法在这个有陆燕的宿舍待下去。天还没亮就离开宿舍。从宿舍离开后，我一个人在学校漫无目的逛着，脑子始终乱糟糟一团。今天我比昨天到教室的时候要早一些，我又一次没忍住看向陆燕的座位。陆燕就坐在我后面，只是中间间隔了2个位置。看着那空空如也的位置，我竟莫名有些失落。一杯插好吸管的豆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瞬间拿豆浆的手看了过去，陆燕正在对着我微笑。我感觉心底失落的那一刻被填满了。窗外鸟语花香，周围的噪声都成了美妙的背景音。没吃早饭吧？先喝杯豆浆垫一垫。我把豆浆接过来，陆燕又塞给我一个饭团。这是金枪鱼口味的饭团，也是我喜欢的。
从海鲜粥到姜丝，到豆浆与饭团，我的喜恶，陆燕好像都很清楚。还有，我跟陆燕一直以来交集并不多，为什么她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晚上，我又入梦了。醒来时候，我正被陆燕抱在怀里，我枕着她的手臂，她下颚抵着我的肩膀。我低头看着陆燕没穿衣服的上半身，竟生出了摸一把她那8块腹肌的冲动，但我的手没忍住探了过去。刚碰到，陆燕便睁开了眼睛，勾引我。她带着笑眼注视着我。待被陆燕吃干抹净后，我才从现实醒来。我坐起身，一只手捂着心口，心久久无法平静。那真的是梦吗？为什么我醒来之后竟还能如此真实的感受到？我再也无法在学校待下去，给辅导员发了个短信请假。天还没亮我就从学校离开。已是入秋，空气透着几丝凉意，我穿着短袖，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。在校门口拦了辆计程车，我家就在本市，从学校打车不过1个小时就能到。到家的时候，家里空空的，我才想起来1周前爸妈说过他们报了个旅游团，要去1个月。从我考上大学后，爸妈就颇有种完成任务的既视感，他们不再盯着我让我学习，让我干这个干那个，反而彻底放飞我，过他们自己的夫妻2人世界。有时候我还挺羡慕爸妈的这种状态。如果我结婚了，那结婚2个字出现的同时，我脑海中竟出现了陆燕的脸。啪啪依依我拍了拍脸，让自己清醒点。一个人在家真的很无聊，我坐在客厅打开电视，看着看着，电视里的人莫名变成陆燕的脸。电视剧里男主给女主煮粥，竟把女主感动的恨不得以身相许。我想到梦里陆燕给我做的海鲜粥，现实中我们一起去吃海鲜粥时候，陆燕照顾我的贴心模样。不知是不是想得太过入神，我竟睡着了。再次醒来，面前是陆燕那张放大的脸。我不慌不忙嘟嚷了一句：“怎么又进到梦里了？”说完便坐了起来，盯着面前的陆燕看。陆燕淡漠的双眸闪过一抹异色，却也不动作，任我打量。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恶向胆边生，伸手在他脸上掐了一把。大校草的脸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掐得到的。掐完，我观察住陆燕的反应，正要收回手，就见陆燕突然握住了我的手。他拉着我的手到另外一边脸，这边也要。他清冷的嗓音极富磁性，我的心莫名有些酥麻。我刚刚开玩笑的，我连忙把手抽回来。陆燕似乎有些失望，捻了捻手指，像是在回味什么。这时，旁边的电视传来女主角跟家人争吵的声音。我猛地看过去，这不是我睡觉前在看的电视剧吗？难道我的梦连个电视剧都不放过了？不对啊，这里好像是我家啊！我目光四处扫视，终于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你怎么会来我家？我试探性的问道。陆燕在我身边坐下，道：“辅导员说你请假了，我担心你生病，所以来看看你。”说完，他看我的目光多了几分担忧。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我被陆燕看得极其不自在，尤其他的话让我想起自己为什么会从学校逃离。梦里那些近乎真实的画面浮现在我脑海里，我羞耻的双手捂脸。要是陆燕知道我的梦，肯定会觉得我很恶心吧。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他伸手过来，拉开我捂着脸的手。不用，我没有不舒服。陆燕注视着我，认真道：“你的脸很红，是不是发烧了？”我摇头，脑中莫名出现2个字：发骚。或许我是发骚，不是发烧。费鱼，你到底在些想什么？那个，我真的没事，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在哪里的？还有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赶紧转移话题，正好也真的好奇。我找辅导员要的你家地址，至于怎么进来的，他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轻轻在我额头点了点头。你呀，门都没关严实。
我想起自己进家门的时候只是随意一甩，想来真的有可能关不严实。幸好陆燕来了还发现，否则晚上肚子饿了吧？陆燕突然问道。我眼神迷迷的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我做饭给你吃。说完，他已经起身朝厨房走去了。看着陆燕在我家怡然自得的跟在自己家似的，我竟半点没觉得不对劲，甚至还有种本该如此的感觉。我爸妈去旅游前背着我周末可能会回家，所以把冰箱填满了。冰箱里应有尽有，陆燕从冰箱取出食材，也不知从哪里还找了个围裙套了上去。我走过来，看着穿着宽松休闲衣服的她身上套着个格格不入的围裙，明明是很不搭的两种元素，却愣是在她身上看出几分和谐感。我目光渐渐移上她的脸，心里暗道，大概是脸的缘故吧。陆燕顶着这样一张脸，就算来个平地摔，大概都会有人觉得她摔得很有魅力吧。1小时后，看着餐桌上摆放的2菜1汤，我都不知该做出什么表情。鹰笋炒肉、冬菜炖排骨，还有虾皮紫菜汤，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我狐疑的看了一眼陆燕，这一切真的是意外吗？愣着做什么？快点坐下吃饭吧。哦，我乖乖坐了下来，手里很快被塞了一双筷子。吃了第一口排骨后，便再也顾不上想其他，开始大快朵颐起来。陆燕的手艺怎么会这么好？不管是菜是肉还是汤，都百分百合她的口味啊。等我停下筷子，2菜1汤早就被我消灭了个干净。我还吃了2碗米饭。我扶着肚子，微微往后一靠，发自内心道：你做饭真好吃。陆燕轻轻一笑：你喜欢就好。这句话怎么感觉那么不对劲呢？休息了一会儿，我准备去洗碗，陆燕却先一步收拾了碗筷，走到料理台前。我赶紧上前，我来洗碗吧。你都做饭了，怎么能让你洗碗呢？没关系。陆燕看着我，突然认真道：照顾你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我一时无声，心里直疯了似的在呐喊：什么叫照顾我本来就是应该的呀？你他妈就没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些弄不明白陆燕的态度，看着她专注洗碗的背影一会儿，我默默退出厨房。陆燕洗好碗出来，我还在纠结着接下来怎么招待陆燕。人家特地来看她，还给她又是做饭又是洗碗的，她作为主人家不好好招待一番，也太失礼了。结果陆燕刚一出来便告诉我，她要回学校了。你要回去了？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一股极大的失落感充斥着我的内心。陆燕微微点头，既然确定了你没事，我也该回学校了。而且我只跟辅导员请了半天假。那我突然不知该说点什么。陆燕几步走到我面前，高大的身影带着强大的气势，突然朝我压了过来。我与他只有不到10厘米的身高差，这会儿却感觉被彻底压倒。熟悉的青草香味再次钻入我鼻腔，我的心扑通扑通，却生不出想推开他的心思。陆燕的脸一点点向我靠近，我紧张的闭上眼睛不敢看，直到耳边响起他的声音：明天回学校好不好？他好听的声音带着一丝乞求。我迷迷糊糊的听到自己应了一声真乖。陆燕伸手在我脑袋揉了揉，一直到陆燕离开，大门被关上，我都久久无法回过神来。陆燕她是什么意思？陆燕她是那个意思吗？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头一次期待入梦。换做几天前，就是打死我也不敢相信自己会变成这样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我竟一夜睡到天明，没有再入到那个梦里。早晨，秋日里的阳光从窗外折射进来，落在我身上。我睁开眼，带着一股强大的失落感醒来。早上7点钟，我打车回了学校。我气喘吁吁跑进去教室，上课时间还没到，教室里闹哄哄的。我满怀欣喜的朝陆燕那边看了过去，却在看到陆燕身边坐着的女生之时，愣在原地。一个学校有校草，必然就有校花。坐在陆燕身边的那个，就是
A 大校花白淼淼。关于陆燕跟白淼淼之间，一直有不少传闻，有传闻他们俩是男女朋友，也有传他们两家是世交，是有婚约的未婚夫妻。从前我对陆燕关注的少，甚至去了解他跟白淼淼之间是怎么回事。此刻看着坐在陆燕身边笑面如烟的白淼淼，尽管陆燕脸色冷淡，可谁看了不说他们俩俊男美女相配的呢？校草不跟校花配一对，难道跟杂草不成？我感觉心好像被绵密的针一阵阵刺入，一波波疼痛朝我袭来。我往后几步，转身离开教室。从教室离开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在学校兜了几圈，最后坐在千里湖边上盯着水里的鱼看。我脑袋是空白的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。到了这一刻，我好像无法再否认自己的心了。虽然说出来很可笑，我因为一个梦喜欢上一个人，那个人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他对我很好，说不定在心里把我当成好哥们，我却在暗地里歪歪他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这种行为的确足够恶心。太阳渐渐西移，照得我身上热乎的，我起身正想离开，陆燕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。看到陆燕，我第一反应竟是欢喜。我在心里唾弃自己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才把重重情绪压到心底。张轩说看到你了，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。陆燕喘着气，豆大的汗水从他额头缓缓滑落。我静静的看着他，心想，所以只是因为一句玩笑话，你就满学校的找我？我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值得你如此对我？这一刻，我冲动的想把话摊开，想问清楚陆燕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不等我张口，一句燕哥哥从不远处传来。我转头看了过去，是白淼淼。她穿着一条白色长裙，踩着平底皮鞋，小跑步朝我们这个方向跑来。我看了一眼陆燕，鼓起的勇气在这一时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我打扰你们了，我冷冷留下这句话，快步离开。白淼淼跑过来，正好与我擦肩而过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感觉白淼淼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带着敌意。我回到教室没多久，陆燕也紧随其后回来了。她一进教室便朝我这边走来，我拿出课本假装背诵，一副生人勿近的姿态。飞鱼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飞鱼，这是我爸妈才会叫我的昵称。我心头微动，看了陆燕一眼，脑中却浮现他跟白淼淼坐在一起的画面。我的脸再度冷了下来，佯装没听到他的话。同桌张轩看我们俩这个样子，大概是觉得有些奇怪，便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。你跟陆燕吵架了？我用警告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并不说话。瞎，不管怎么样，有话好好说嘛。今天你还没来教室？陆燕都过来问我好几遍，就只为了问你来了没有。刚刚我不是看到你出现在教室门口了吗？跟你招手你也不理我，还离开教室。我一跟陆燕说这事儿，他居然就跑了出去。我想着陆燕满头大汗的样子，为了找到在千里湖的我，他可能跑了大半个学校吧。如果在白淼淼没出现之前，我可能还会问他一句，为什么要找我？可如今的我早已没了问出口的勇气。我没理会同桌的话，更没看陆燕一眼。我们之间的氛围好像一下凝固了。幸好没多久后老师来了，这一天的课我依然没听进去。我心不在焉，恍恍惚惚，一直到了下课。这天晚上我没回宿舍，跑到隔壁去跟张轩挤一晚。张轩算是我唯一的好朋友，对于我的这点要求自然不会解决。只是接下来一连3天我都在张轩那睡。我不回宿舍，上课的时候也踩着预备临近的教室。我知道陆燕一直想找我说点什么，我都刻意的避开了。这几天晚上我没有在做梦，或许这也是老天爷在告示我，让我就此收心。有些东西既然不属于我，我就不该去强求。尽管当下的心情很难受，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能恢复。在我给自己加油打气后，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正上早读，广播里突然传来陆燕的诗日。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陆燕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朝他的座位看去。自从白淼淼出现的那天开始，我就刻意的不往他的座位看。这会儿一看才发现，陆燕真的不在。我操，陆燕这小子不来上早读课，跑广播室做什么去了？张轩在旁边嘀咕。而后陆燕的声音继续响起：今日我来到广播室，主要是想跟大家澄清一件事。关于学校一直在传我跟白淼淼同学是男女朋友，是未婚夫妻，我今天想在这里告诉大家，这都是无稽之谈。我跟白淼淼同学不熟，家里更是不认识，什么男女朋友、未婚夫妻，通通不是事实。这话一出，跟在人群中投入一颗炸弹似的，大家讨论到飞起。我心情复杂的听着，压抑住心头那跃跃涌起的欢喜。人家只是解释了几句，我到底在高兴什么啊？不是说了不要去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吗？我正在跟内心做斗争，广播那头陆燕的声音还在继续。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我跟白淼淼走得有些近，那是因为五一学校的晚宴，老师选了我跟他做男女主持人。之前本想着趁着上台拿着麦克风的时候对某个人说点什么，可这两天的事让他对我有了误会，我已经向老师那边请辞了主持人一职。陆燕这话一出，更是犹如激起千层浪。你们说陆燕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该不会是有女朋友了吧？瞧他话里的意思，应该不是女朋友，大概是喜欢的人，而且他可能还打算在五一晚会的时候表白。天啊，陆燕也太浪漫了吧！我听着班上女生的话，硬生生的又把动摇的心给按下去。是啊，陆燕该有的是女朋友，而不是我有喜欢的人了。陆燕再次道：我喜欢的人短头发，有一双好看的笑眼。他性格内向，容易害羞，我足足等了2年，才在某个契机下与他有正式的交集。我听着陆燕这些话，手心紧张的冒汗。这时张轩突然盯着我，指着我的眼睛：你也有一双好看的笑眼耶。还有性格内向，容易害羞，我差点都要以为陆燕在说你了。张轩只是开玩笑，我却紧张的几乎要窒息。不，一定不是的，陆燕她不会，她喜欢海鲜砂锅粥，不喜欢里面的姜丝。那次我帮她挑姜丝，看着她低头吃粥的样子，觉得很幸福。如果说前面陆燕那些话，我还能自欺欺人说与自己无关，可此刻海鲜粥的事让我无从再反驳。所以陆燕真的对我手指微微颤抖，不知该是激动还是害怕。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为你做一次海鲜好吗？不再像之前那样张扬自信，陆燕这句话带上一次委屈的恳求，把周围的女生听得都要心碎了。没想到我男神在面对喜欢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卑微啊！突然觉得我男神还挺接地气的，周围不断充斥着同学们说话的声音，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，因为我在仔细听自己的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教室突然发出哗的一声，我回身看过去，是陆燕回来了。陆燕也正在看我，她眼里的翻滚着浓烈的某些情绪，正一步步朝我走来。我呼吸都放轻许多，额头甚至有薄汗冒出。陆燕，你太过分了！白淼淼突然冲进来，指着陆燕怒声道：过分什么？不过是澄清一些并不存在的事实罢了。陆燕冷冷道。白淼淼眼睛一红，眼泪瞬间流下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陆燕突然打断他，在白淼淼染上几分欣喜目光期待下，冷淡道：我知道，我跟你的那些留言都是你对外放出去的，本来你在你的地盘舞，我也懒得给你眼神，可你偏偏要舞到我面前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白淼淼脸青一阵白一阵，突然目光凶狠的瞪向我，他怨恨吼道：都怪你！说完便跑了出去。我还没从白淼淼这莫名的怨恨回过神来，陆燕已经走到我面前。他瞧着平静微微皱起的眉头，却泄露了他内心的紧张。
他就这样盯着我，像是要通过眼神来向我传递他的万千情绪。最终，我拜倒在他的目光下，妥协的走出教室。陆燕紧随其后。路上，我低着头沉默不语，陆燕也没急着说话。他走在身边，肩膀挨着我的肩膀，手背时不时会与我的贴在一起。一直走到千里湖，我终于停下脚步。陆燕突然握住了我的手。你的答案呢？他这么直接，让我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我踌躇了下，正想说给我点时间，谁知陆燕竟又道：我喜欢你，小飞鱼。自从发现自己对陆燕的感情后，我以为我们之间如果有一天表白，那也绝对会是我先开口。万万没想到，居然是陆燕对我表白了。我喜欢你，陆燕又重复。她双眼注视着我，强势而霸道，好像不从我口中得到一个答案。这眼神别想一开了。我支支吾吾了一会儿，才终于道：我们俩都是男人。我喜欢你。陆燕的回答简单明了又直接。我被他的直球打得根本受不住。最终，我点下了头。在陆燕欣喜的目光下，我小声道：下次我还想吃牡蛎煎蛋。都给你做。陆燕不管不顾，将我搂入怀里。后记跟陆燕在一起一段时间后，有天晚上睡着，我竟再次进入到那个梦里。梦里依然还是那座豪宅，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，我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到了我与陆燕两人。桌子上摆放着蛋糕，上面插着一个27岁的字样。我看着那个，我问陆燕：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呀？陆燕认真思索了片刻道：如果可以，想回到大学时候，让你提前圆上我。我怔怔的看着他们俩人，突然明白自己为何会突然进入到那个梦里。这是为了完成陆燕27岁的生日愿望啊！睁开眼，我看着睡在身边的人，气不过一脚将他踹下床。就因为你丫的27岁生日愿望，我活生生把自己给掰弯了。陆燕迷迷糊糊爬上床，下意识把我搂住，黏黏糊糊的喊着老婆，然后再度睡着。我看着他，终是不忍心再将他踹下床。还能怎么办？凑合过呗。